沙，一面是雪，一面渡劫，一步一步踏破执念和结。浮生滔滔，经年少少，江湖奈何，风里不过一纸剑鞘。命运屠晓，天地阴熬，谁说繁星不煎熬？恩怨何时了？自信难了，魂坠破晓。此生难了，魂绕情潮。鲸宇已经把详细的经过都告诉我了。理财啊，这次辛苦你了。只可惜未能将张小凡带回，请师叔见谅。小凡因当时去了胡岐山，胡岐山自从魔教落败、鬼王重伤后，便防守森严，无法突入。这次是弟子未曾考虑周全，本以为金宇能够将其劝服，可没想到，早知这样，我就应该强行把他带回来。你也不必自责。理财啊，从诛仙剑落下的那一刻起，我便已经知道了，终究会有这样一个结果。如若有一天，你们再碰上我家老七，若真是动起手来，记着，不必留情。师妹，你别哭了。是啊，师妹，你就别哭了。鲸宇都已经告诉我们了，这不小凡还活着吗？这人只要活着，他就有希望啊。没错，我们都想想办法，劝他回来就是了。他是不会回来的了。哎呀，不会的，师妹。小凡他只是太过悲伤，他的脑子有时候总是不开窍。哎，他打小就那样，你们忘了吗？小凡他会想通的，他想通他就回来了。娘，小凡他为什么不回来？每个人都会长大，也会选择属于自己的路。小凡选择了他的路，你选了你们的。既已再无缘分，就不必强求了。为什么呀？难道养育他长大的青云们，待他如家人一样的爹和娘，还有师兄，还有我，还不如那个妖女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吗？灵儿，你这些话千万不能让你爹听到，否则他一定会惩罚你的。从今往后，大珠峰上下都不许在任何地方议论小凡，咱们就当没有这个人吧。不会啊。没有把人带回来吗？
没有。那打探到苍松的下落了吗？我和小凡一起杀了他。这也算是有因有果，有始有终了。下山的这些日子，弟子一直在想，这场正魔大战已经注定了太多的悲剧，而每个人都被卷入这场悲剧之中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结束。总是会有这一天的，这未来就将落在你们的身上了。人生苦短，有时候我们甚至来不及仔细体验那些稍纵即逝的日子，原来是那么幸福，便看着它在指尖溜走，再无痕迹。我明白，世间万物都会逝去，飘风不终朝，骤雨不终日。
天地尚不能长久，何况是人？都道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。然而，纵是逆天而行，又如何？我和他的父亲还在坚持，也只有我们理解彼此。鬼王给了我10年时间，若在这10年之中找不到能让碧瑶苏醒的办法，我就要加入鬼王宗，协助他取得所有的天书，或有希望复活碧瑶。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秋天枫叶落尽，春来万物复生。我找遍了神州大地许多的地方，仍没有寻到复活之术的线索。物转星移，沧海桑田，连满月景也在岁月之中干涸。可是，只要我仍活在这世上一天，就不会放弃唤醒他的希望。枝叶寒，此情安可知？当时一分痴啊，重逢半生痴。两情相悦时，谁能别离此？一君一萍香啊，怎我长相思？洒我泪，与君歌有声。终有一日，
我会等你醒来，答应你最后那个承诺。我们说好的。不为不为。九幽阴灵，诸天神魔，以我血躯，奉为牺牲。三生七世，永坠阎罗，只为情物，虽死不悔。我知道，你终究是要回到鬼王宗的，花了10年时间，可有所获？一无所获。既然回来了，就别再走了。眼下门派中正缺人手，缺一个得力的左膀右臂，副宗主一职，始终是虚位以待。而今很多计划也都因为你未曾回来，迟迟无法展开。什么计划？当年的人，该清算就得清算了，当年的事也该做个了断了。往后你行走江湖，不可再叫以前的名号。我为你想了一个名号，叫鬼力，你觉得如何？名字只不过是一个代号而已。我知道你现在心里还难受，但是我相信你会慢慢走出来的。就像当年小池身故的时候，我也跟你一样，
将碧瑶托给幽姬，整个人像行尸走肉一样，不想活更不想死，整天整日的想，总是在想。碧瑶她没有死，我相信她只是睡着了而已。没错，既然你回到了鬼王宗，有些事情我还是要跟你约法三章的。这第一，就是关于碧瑶的。你换上了这身衣服，果然话少了很多。10年前的青云大战，我们失败了。而今的处境仍有危险。当年是我贪功冒进，如今痛定思痛，总结下来，世间许多事情本无捷径可走。算上110年前的大败，我们眼下已经失败第2次了。无论如何，不能有第3次失败。我知道你一心想复活碧瑶。但此事万万不可急躁，需尽量找到天书，至少要找到4卷天书，才能启动法阵。为什么不是5卷？最后1卷天书的下落，我到时候会跟你说的。如何复活？当汇聚了天地之间的灵气之后，碧瑶自然就会苏醒，就像观星崖上的灵石一样，汇聚了强大的灵气，甚至可以让人死而复生。至于该如何运用，是我跟鬼先生的事情，这个你不用操心。往后几天，我会把天书的总纲传授于你，助你融会贯通。你为什么会有天书的总纲？天书的总纲其实一直就在鬼王宗手里，所以这些年我们不停地在寻找余下的天书。总纲授予你之后，你体内的力量将会变得很强大，这会有助你找到余下的天书。你为什么不自己学？我没有你的条件。修习总纲之人，体内需有不止一个门派的功法修为。你少年时因缘际会，体内同时拥有了天音与青云的功法，有了总纲的引导，你的力量将会变得无比的强大。还有第2件事情要与你约好，一旦修习了总纲，你体内各个门派的功法都将会被天书融会贯通，洗成纯粹的我派内力。从此，你将与青云门再无任何关系。再见面时，不可心慈手软。我还要回青云一趟，回来再说吧。你在这儿发什么呆呢？我只是在想，宗主已经很久没有来看碧瑶了。这10年来，宗主鬓边的白发多了多少？你总归看得见吧？他不是不想他唯一的女儿，他只是把痛楚都藏在心里罢了。对了，黑巫族一事进展得怎么样了？黑巫族只是在1000年之前昙花一现，如今再想寻找，我连半分头绪都没有了。张小凡寻找了这么久的复活之法，也什么办法都没有。幽姬，你以后不能再这么叫他了。宗主一再提醒，他现在已经是鬼力了，他与正道再无任何关联。青龙，你说一个人真的可以这么容易遗忘过去的一切，成为另外一个人吗？我知道你对碧瑶心存愧疚，认为自己没有保护好她。不过，以前的那个张小凡，
已经不在了。如果我是碧瑶，即使你历尽千辛万苦，可当我醒过来的时候，我喜欢的人已经不再是从前的那个他。可你说碧瑶，她喜欢的是张小凡，还是如今的鬼丽？这对我，对你，都不重要。碧瑶，我回来了。回来之后有很多事情要忙，所以没有来得及看你。你不会怪我吧？啊，如今我完成了你的一桩心愿，我也是鬼王宗的人。现在我跟你一样，都是魔教妖人了。等你醒来以后，你一定会觉得很惊讶。你爹说我穿上这身衣服，话变得少了。其实不是话少，而是有很多话我不太想说。这个世上值得聊的事情和想要聊天的人变得越来越少。好，你看我这一身衣服好不好看？我猜你一定还是喜欢我在青云门穿的衣服，尤其是我们刚刚认识时穿的。可是这10年，这身衣服缝缝补补，穿了又穿，实在是破旧不堪了。这10年我去了很多地方，有我们一起去过的，也有你没有去过的。我常常在想，等你醒来以后，我们俩什么事情也不做，我就带着你游山玩水，走遍天涯海角。过几天我要回青云一趟。你爹说的没错，有些事情总是要去面对。等我回来以后，我会抽更多的时间陪你。碧瑶，保重。起死回生，本就是逆天之举。此次无功而返，也是意料之中的事。宗主切勿介怀。我明白，只是这10年来，我一直在想，既然合欢陵让碧瑶残存了一线生机，这世间总会有什么办法令她醒过来的。当日碧瑶是强行催动痴情咒，方得到与诛仙剑对抗的力量，而后合欢陵能守住一线生机，保其肉身不灭，实属万幸。这也许是因为800年前合欢陵嗜血珠留住了金陵夫人与黑心老人相爱的执念所致。正是因为金陵夫人的一缕执念，使碧瑶保有最后一丝意识，才能够长眠于此。照先生所见，使用天书复活他的胜算，能有多少？此事从未有人做过，宗主何必执着呢？况且，我们手上的天书根本不全，只有1、2卷在手上。我想不明白的是，如此缥缈危险的事，你怎么敢承诺于鬼力？鬼力留在本派，也正是因为我给了他这个承诺，否则他也不会10年之后再回来。他如此执着，
一心只在让碧瑶苏醒的这件事情上，而且他还答应去寻找余下的天书。我必须要满足他，让他达成这个心愿。这也正是我的心愿。可是这世上，并没有后悔之药。我只怕你强行用总纲与1、2卷天书复活碧瑶，怕也是困难重重。事已至此，还能有什么办法？宗主，你没有告诉过鬼力，名为复活碧瑶，实为复活兽身。我只怕到了最后，他若知道此事，必生事端。你说的对呀，假以时日，还是得想好退路，不能把希望全压在鬼力一个人身上。陆师姐，林师弟，今天怎么突然召集各脉，前来通天峰议事？萧师兄派出的弟子从死亡沼泽回来了，打听了一些南边的消息。有他的消息吗？不清楚。这么多年，曾叔叔派人出去打听过，据说他不在鬼王宗，也不与任何一派打交道。叔叔上回回来，说小凡也未曾去过鱼渡。那年你闭关修炼，就未曾转告你。整整10年，他这样销声匿迹，他既不在鬼王宗，也不回青云门，怎么可能回来？都已经过去10年了。如果再见面，他很有可能跟魔教站在一起。他要是真的投身于魔教，成为鬼王宗的人，我的剑下必不会留情。原则还是要有的，否则怎么能只管戒律堂呢？听说这些年，你把戒律堂治理得井井有条。我不过是提醒一下，凡事不过是非分明4字而已。陆师姐，方才有那么一刻，你真的很像水月师叔。师父已闭关多年，难得林师弟还挂念着他。当年师叔也是这般的铁面无私，如今想起来，他所预料的竟然全部都是对的。可惜什么都改变不了。改变不了，那是好事。青云门里得有一个守原则的人，我看我是不行了。师弟，师妹，师兄，宋师兄，你们在聊什么呢？怎么也不进去啊？不过是闲聊往事罢了。哦，对了，文敏说最近他要回小珠峰一次啊。是我要求的，想到近期可能要下山办些事情，所以请文敏师姐回小珠峰帮忙打理一下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啊，对了，你们快进去吧，别让萧师兄久等了。走。近日天下间纷纷传闻，西方大沼泽内忽有异光冲天，连绵数日，恐有异宝将要出世。本来这天降灵物，唯有德者居之，我们也并无兴趣。可是这消息传开以后，却听说魔教大肆西进，意图染指。都有些什么人？传闻7年前，玉阳子将长生堂设在了死亡沼泽一带，而目前万毒门也开始往死亡沼泽一带汇聚。我青云门的弟子查探到，这西方大沼泽内
很有可能有玉阳子和毒神想要的长生不老的功法，以及传说中的天书。又是天书。当年第1卷天书下落不明，第2卷在定海庄内被鬼王夺走，如今则很可能是第3卷。这10年之间，魔教似乎没有停止过寻找天书的下落，想必他们还在处心积虑地想要复活兽神。若林师弟所言不差，那么这第3卷天书绝对不能落在他们手上。师兄，现在我师父还有曾师叔他们已经退隐，门派之事不过问，而掌门师伯还在闭关。这次西方大沼泽之事，看来还得我们自己应付。不错，那依各位师弟之言，我们该怎么办呢？若是天书，绝不能让他们得到；不是天书，也必须主动出击，削弱魔教实力。如今齐满师长闭关，或各自修行，用意很明显。青云事务全部交由我们来处理，师长们不适合出战，派师弟师妹们我不放心。看来只有我们自己走一趟了。算我一个，我同陆师姐一起下山。我同你们一起去吧。师兄，你是掌门首座弟子，责任重大，此事还是由我去吧。近日，天音阁和焚香谷也派出了弟子前往。经过10年前的那场大战，我相信各位早已心知肚明。这两派表面上和我们是一团和气，暗地里则窥视我们正道领袖之位久矣。此次我同师弟师妹们一同前往，希望能持正道义，斩妖除魔，重振我青云声威。是。我突然想到一件事，张小凡日前下落不明，如今已是本门气度，若是投身魔教，又正巧被2位碰见，应该怎么办呢？萧师兄，您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自然该怎么办就怎么办，难不成还要包庇本门叛徒不成？陆师妹误会了，我不过也是讨你这么一句话。既然大家有所准备，那我就放心了。此事就这么定了吧，大家回去准备一下，我们最近就出发。娘，灵儿好久没见您了，都想死我了。你瞧瞧你，都嫁为人妻了，怎么还跟个孩子似的？人家本来就是孩子嘛。哎，灵儿，这次通天峰开会，7号都说了些什么？齐师兄也没跟我说太多，不过大师兄不是去开会了吗？等他回来不就知道了。你这个大师兄啊，每次开会，人家说什么，他就跟着人家说什么，牵强附会，没有一点自己的主见。等他一回来吧，我还得追着他问东问西的。哼，每次一开会啊，这个齐浩跟萧逸才，人家一多说几句吧，这个大人呢，也不懂得坚持点原则。看来以后啊，这大竹峰就没有一个敢讲真话的了。好了，这女儿刚回来，说这些干什么呀？我田不易养了这一大门的徒弟，没一个让我省心的。哼，这个也不省心，那个也没用的。爹，你是惦记小凡了吧？灵儿，哎，傻丫头，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别提小凡，你怎么就不听呢？这好不容易回来一趟，非得弄得2个人不高兴。
一念成执着，沧海变荒漠，轮回中我像飞鸟经过，记忆中停泊，点一盏烛火，那微光能否照亮寂寞？听雨声滴落，看花开几朵，叹昨日怎